雨萌，老四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了，等他好了，你给我发个信息，让我知道他还活着就行。老太太知道有杜雨萌在，老四不会有事的。他老人家准备挂电话了。杜雨萌连忙说道：战奶奶，你先别挂电话，你现在哪里？管城吗？要是方便的话，让他爸妈过来照顾他吧。我还要上班，太忙，不能一直待在医院照顾他。老太太说道。他爸在家里，不过他爸不会照顾人，将他交给他爸照顾，我怕他死得快点。我和我3个儿媳妇来了 A 市的君家做客，没那么快回去。我们这是刚到呢，等彤彤快要生娃了，我们才会回去，没有时间过去照顾老四。雨萌，你要是没空，等他退烧后，你就可以去上班，不用管他的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的。不就等于是重感冒吗？只要退烧就没事了。老太太是不会安排人过去照顾战一阳的，这是战一阳用苦肉计的最佳时机。好吧，老四也不是用苦肉计，他现在是真的不舒服。萌萌，没其他事，奶奶先挂电话，等彤彤生娃后，奶奶再过去看看你，咱婆孙俩好好培养感情。奶奶一直看好你，也很喜欢你的。杜雨萌还想说什么，战奶奶已经挂了电话。她嘀咕，这么快就挂电话，怕我顺着无线电波爬过去吗？我想问问彤姐什么时候生娃，都还没有问就挂电话了。杜雨萌还想弄清楚战奶奶是怎么看中她的，她隐藏的那么好，要是她不说，她父母都不知道她在外面有个百变狐狸的绰号。但战奶奶就是知道看中了她，将她安排给战一阳。看向睡得不是很舒服的战一阳，杜雨萌在床沿边上坐下来，伸手轻捏一下战一阳的脸。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奶奶眼光独到，你都不相信你奶奶才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辣死你。嘴里说着狠话，他的手却探向了战一阳的额头，感觉没有那么烫手了，似乎也在出汗。他用手抹一下，是出了薄薄的一层汗。杜雨萌抽来纸巾帮他擦拭汗，会出汗就能退烧。战一阳没有醒转，出了汗，体温降了点，他应该是舒服点了，睡得安稳了。杜雨萌看看他正在吊着的点滴，还有半瓶药液，估计还要等上半个小时才能换新的药液上去。他便起身走到外面去，在外面的小厅坐下来，拿出手机想刷刷新闻的，手机又响了。这一次是母亲大人打过来的。杜雨萌接听了母亲的电话。萌萌，战一阳没事吧？杜太太知道女儿拦住战一阳吃辣椒后，就带着战一阳去了医院。这么久都没有回公司，眼看太阳都要下山了，杜太太最终忍不住打个电话问一问。虽说弃战一阳之前那样对待女儿，但用女儿的话说，战一阳至少没有脚踏双船，他看清楚自己的心后，马上就向他坦诚，没有让他继续爱下去，人品方面还是说得过去的。况且自己的女儿也隐瞒了太多，欺骗战一阳，就是到现在战一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女儿就是他爱的百变狐狸。战一阳会在年后过来重新追求他的女儿，听说是战家大少奶奶暗示了战一阳，萌萌就是他爱的百变狐狸。战一阳也向战老夫人求证过，得到似是而非的答案。他坚信他奶奶不会坑他，才会回头重新追求萌萌，兜兜转转都没有绕开过他家雨萌。在杜太太的心里，他其实已经将战一阳看成女婿的了。事关女儿将来的幸福，杜太太总要关心关心未来女婿的后续。住院了啊，这么严重？没有生命危险吧？杜太太吃了一惊，没想到吃辣椒的后果那么严重。她担心战一阳要是有个好歹，杜家与战家就结仇了。他们想结亲家，可不是结仇家。杜雨萌失笑的道：妈，哪有那么严重，他就是喉咙发炎，现在说话声音嘶哑，等于说不了，医生说要缓几天才能说出话来。咳嗽发烧，现在住院输着药液，开始退烧了，睡着后也不怎么咳嗽，
他的底子还是很好的，不会有事的，妈不用担心。真会危及到战义阳的生命，他早就联系玲姐过来医治战义阳了。杜太太放下心来，没有危及生命就好，下次跟你大姐说，不要让她吃那多辣椒了，咱们爱吃辣的，一次性吃那么多辣椒都会受不了，更不要说她不能吃辣。我大姐说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举手赞成，还说要让战义阳吃完一篮子的辣椒，现在又抱怨我姐让她吃的太多。妈，你千万别去说我姐，我姐都是为了我，况且这也是战义阳自己选择的，她可以选择不吃的，怨不得她大姐。大姐早早就放她下楼拦着她，已经是高抬贵手了。否则以大姐的脾性，就算战义阳吃完那一篮子的辣椒，大姐都不会心软。大姐知道她还爱着战义阳，才会高抬贵手。杜太太也知道不能去说侄女，她说道，妈知道的，妈就是那样说说，谁知道战义阳吃点辣椒后果会那么严重，早知道这么严重，妈也不会赞成。不是催他多吃点的人是他的奶奶，他的家人。战家人在战义阳直播吃辣椒时，不停地刷礼物催战义阳多吃点辣椒，他们都看到了。妈做都做了，现在说什么都是马后炮。战奶奶刚才也来电话问过战义阳的情况，总之你们放宽心，他不会有事的，他也不会让他有事。妈，像杨哥回来时，你让其他人去接机可以吗？你看战义阳都住院了，他是因为我才住院的，我总要在医院照顾他，走不开。杜太太刚刚软下来的心一下子又硬起来，她说道，不行，你周六必须去机场接你向阳哥。战义阳不是退烧了吗？他一个大男人，就是感冒了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萌萌，你可不能因为他吃一次辣椒就心软了，那样他觉得太容易，以后不会珍惜你的。妈知道你和向阳只有兄妹感情，不过培养一下，说不定能够从兄妹感情转变成男女感情呢。萌萌，趁你还没有答应战义阳，给自己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让战义阳紧张紧张，他会吃醋。那天听到我和你的通话，他就吃醋的了。你要让他知道，就算没有他战义阳，你也可以嫁得很好，向阳家里人都很喜欢你，我们两家来往密切，你和向阳又是打小认识的，说是青梅竹马都可以。杜雨萌无奈的道，妈，我怕我和向阳哥走得太近了，不仅仅是战义阳误会，还有嫣姐也会误会的，向阳哥和他才是一对儿，都不知道向阳哥怎么回事。他和嫣姐明明是郎有情妹有意的，两个人就是没有捅破那层纸，没有成为一对儿，两家长辈都看不出来吗？他对向阳哥反而没有爱意，两家长辈竟然想撮合他和向阳哥，误会就误会呗，反正你们都是单身，都还没有正式的男女朋友，给彼此一个机会又怎么了？又不违法，就是道德方面都正常的很，没有有违道德，说不定你们俩走得近一点了，向阳和阿静反而能够捅破那层纸，走到一块儿呢。战义阳也会着急，对你更好。杜太太其实更想撮合女儿和向阳在一起，向阳以后是在海市生活的，战义阳却要回到管城去，两座城市相隔太远，女儿嫁给战义阳就是远嫁，战家倒是无所谓，他们是娶进，他不乐意啊，宝贝女儿好不容易回到他身边，还没有待上几年呢，就要远嫁。杜太太仅是想着就不得劲。萌萌，你试探一下战义阳愿意当上门女婿吗？杜雨萌失笑的低叫，妈，我和他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你扯那么远做什么？我有兄弟，爸妈还需要女婿上门吗？我招婿上门的话，我的兄弟怎么想？战义阳又是战家的四少爷，他有能力有手腕，给我兄弟的压力很大的，他的兄弟们多少都会防着战义阳，担心战义阳会借着女婿的身份一点点地把控杜氏集团。大姐都说她嫁人后就会辞去杜氏集团总裁一职，她会进入夫家的公司上班，会巩固夫家和娘家的生意往来。
但他不会再掌控着娘家公司的命脉。不管兄弟有没有那个能力，杜大小姐都不会让任何人霸占吞并娘家的一切。兄弟们没有那个能力，大不了就培养侄儿女。杜家人丁也算兴旺，不用愁后继无人的事。杜家和欧阳家还是不一样的。欧阳家女儿当家，那是儿子年幼；杜家的男丁有比杜大小姐年纪大的，也有比他们年纪小的，就是他们的能力不太够，而且他们也不太乐意接管家族事业。杜大小姐过于出色，长辈才安排她接班。杜家长辈没有说过让杜大小姐嫁人后就辞职的话，是杜大小姐决定的。最近杜大小姐就力劝大哥进入集团上班，熟悉一下杜氏的生意，等她嫁人后让大哥接管杜氏集团。杜大少爷则是能避则避，只要见到杜大小姐，他马上就跑，有时候听到杜大小姐的声音，他都赶紧躲起来，就怕被妹妹抓进杜氏集团做牛做马。他志不在此呀，兄弟那么多，干嘛抓住他不放？杜太太，好吧，当妈没有说过，你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也由不得我们说的了。记得周六去机场等着你向阳哥，我已经跟向阳说好了的，他知道你会去接机。记得买束花去，你们俩也很久没有见面，难得重逢，总要送束花的。杜太太提醒着女儿，妈，我去接机可以，但不送花，久不见面就要送花吗？杜雨萌拒绝接机时给向阳送花，妈，就这样了。不给母亲再说下去的机会，杜雨萌赶紧结束通话。结束通话后，杜雨萌想了想，还是发信息给向阳，问向阳大概几点钟到海事机场。向阳好一会儿才回复他，告诉他上午11点左右他会回到海事。杜雨萌回复他一个 OK， 表示知道了。他吃完早餐就出发去机场，从他家里到机场车程将近2个小时，挺远的。杜雨萌又联系了燕姐，问起燕姐的近况。燕姐回复他一切依旧。杜雨萌干脆发语音信息给燕姐，他问燕姐，你和向阳哥怎么回事？信息发过去好几分钟了，燕姐才回复杜雨萌。她说道，萌萌姐和向阳的事你别管也别问，我知道向阳要回国发展了，他爸妈都想撮合他和你，是你姐放心点，以后你好好照顾他，不让他好好照顾你。杜雨萌猜测2个人之间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但燕姐不愿意说。杜雨萌识趣的没有追问下去，只是说道，姐，我有喜欢的男人，我对向阳哥只有兄妹之情，并无男女之爱，他喜欢的人是你，一直都是你。你有喜欢的男人了？他是谁？家里条件怎么样？他人品好吗？萌萌，你这样的家世，交友嫁人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千万别找疯黄男，防着别人是冲着你们家的家产来的。婚姻呀，还是要门当户对的好。杜家在海市是大豪门，多少人都想通过联姻与杜家结交。杜雨萌眉眼带上笑意，姐，我知道，我不会找凤凰男的，他人品可以，家里条件也可以，就是兄弟多了点儿，他一共有9兄弟，亲兄弟3个，其他都是堂兄弟。亲兄弟有3个，放在如今这个年代也是兄弟多了。他是哪里人？管城的，管城战家的4少爷，战家是管城第1大豪门，他是战家2房的次子，年纪比我略大，颜值很高，脾性好，各方面都很优秀。刚醒转的战一阳听到了杜雨萌在外面说的话，他还以为自己做梦，在梦中没有睡醒出现的幻听。他重新闭上眼睛，还是听到了杜雨萌说的话，再次睁眼望着天花板好一会儿，战一阳才拉回了神魂，他不是在做梦。杜雨萌不知道战一阳醒了，他还在外面和燕姐通电话。燕姐听他说喜欢的人是管城第1豪门的少爷，放心不少，只要不是凤凰男就好。杜雨萌问燕姐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好久没有见过面了。向阳哥马上就要回来了，
燕姐真的不回来吗？燕姐，我和向阳哥之间只有兄妹情的，你不要误会，不要胡思乱想。我向阳哥喜欢的人其实是你，你应该能感受得到的。你们俩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和母亲的干儿子干女儿们虽说是打小就相识，但真正一起玩耍的时间并不长。他以前都是跟在师傅身边学艺，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到父母身边，假期结束后就离开。就是他的学业都是在师傅常住的城市里完成的。可以说他和向阳还有燕姐的关系都是靠着电话保持。向阳和燕姐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打小认识，一起上学，一起长大，他们俩是同龄人，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同一所学校，有时候还会是同班同学。两家关系也不差，家庭条件也是差不多的，能与杜家太太成为好闺蜜，说明他们的母亲都是豪门千金，自然也是嫁入豪门。按理说这两个人在一起，那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怎么忽然间就发生了变化，变成向家想撮合向阳和他呢？萌萌，我和你向阳哥有些理念不一样了，容易吵架，我们适合当朋友、当哥们，就不适合做夫妻。况且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爱我的话。我对他有感情是有感情，但等了这么多年，也累了。他家里人似乎也不太喜欢我，可能是我家里生意不好了吧。萌萌，向阳还是个不错的男人的，值得你托付终身。如果你和战家的少爷没有结果，给你向阳哥一个机会，你们俩在一起，姐也放心点。他能照顾好你，也会很宠你。他那个人对一个人好，那是掏心掏肺的。杜雨萌听到了重点，他关心地问燕姐家里的生意怎么样了？不好了吗？他没有听母亲提起过，也有可能是燕姐的妈妈没有说，不想让好友们替她担心吧。燕姐默了默后说道，做生意起起伏伏很正常，有时候亏本，有时候赚，坦然面对便是。萌萌，你不用担心我，我好好的。我有自己的工作，就算我家公司倒闭了，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我也能生活得很好，也能照顾好我的家人。燕姐，咱们是姐妹20几年的友情了，你一向把我当成妹妹疼爱着，有什么事就不能和我说说？我现在已经是大个人，不再是以前跟在你们后面哭着要抱的小丫头了。你家公司怎么了？说出来，或许我能帮到你。要是国外混不下去就回来吧，在外面再好都不如自己的家里自在，回来也能发展得很好。燕姐笑笑说道，短时间内我不会回去，向阳刚回去我就回去，他还以为我非他不可，追着他跑呢。他什么都不说，不说就不说了。或许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我在自作多情吧，我又不是非他不可。萌萌，不说这些让人郁闷的事了，姐先忙会儿，改天有空了再和你煲电话粥。咱们姐妹俩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聊过了。当年那个喜欢跟在她后面，哭喊着要姐姐抱的小萌娃长大了。结束了聊天后，杜雨萌自言自语，燕姐家里生意出了问题，向家不愿意拉一把吗？听燕姐的意思，她家里的生意很差了，差到可能要倒闭的地步。杜氏集团在国外也有生意，燕姐又不肯说到底怎么回事。杜雨萌想帮她都还不知道怎么帮她。如果像杨哥是因为燕姐家里生意不好了，就不想和燕姐在一起，杜雨萌都看不起向阳。她记忆中那个温润如玉的大哥哥会是那样的人吗？杜雨萌不相信向阳是那样的人，有可能是向家的长辈过于现实，眼看燕姐家里要没落了，觉得燕姐配不上向阳，就拦着不让两个人在一起。不对，燕姐说向阳从来没有说过爱她的话，什么都没有说，等于是燕姐暗恋着向阳哥，一直等着向阳哥表白，但到现在都没有等到。哎，糊涂账呀！杜雨萌想不明白他们之间的问题，只能等向阳哥回来了，他找个时间套向阳哥的话了。雨萌，
房间里传来了战一阳嘶哑的叫喊声，声音不大，他叫不大声。好过上午的啊，输了几瓶药液，有了点效果。杜雨萌是练武之人，听力很强。战一阳声音不大，他也听见了。他起身走进了房间，看到战一阳醒了，他走过去，先摸了摸战一阳的额头，嘴上说道：“没那么烫了，退了点。要喝水吗？”战一阳点头。他喉咙还痛得要命，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杜雨萌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想扶他起来的，见他自己能坐起来，不用他扶，省事点儿。在他喝水时，杜雨萌又叫来护士，帮战一阳换上一瓶新的药液。还有吗？杜雨萌问着。护士答道：“还有一瓶。”战一阳想说他从住进医院就开始输液，已经输了2、3瓶了吧，居然还有一瓶，到底要输多少瓶药液，搞得他好像生了大病一样。帮他量一下体温，护士交代。杜雨萌嗯了一声。等护士走后，他拿来体温计帮战一阳量体温。战一阳喝完水后靠着床头看着他，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我大姐治的人是你，感觉连我一起治了。杜雨萌吐槽，整治他落成这般住院了，他在这里照顾他，不就是连他一起整治？战一阳想问他刚才和谁在聊天，他听到他无数次提及向阳，奈何他现在喉咙痛得要命，说话声音嘶哑，他也不乐意说话。还有2天就是周6了，这2天他要好起来，周6才能出院，跟着他去机场接那个向阳。他的情敌呢，总要去见一见向阳有多优秀，对他的威胁有多大。几分钟后，杜雨萌从战一阳的腋下拿出体温计，举高体温计看了一下，对他说道：“38度，还没有完全退烧，不过相较于入院时的39度8，退了不少。你几点钟吃的药？到时间吃药了吧？”战一阳摇头，表示自己不记得吃药的时间。杜雨萌自己想了想，说道：“好像到时间了，先吃药，再睡会儿，我让人送晚饭过来。你现在这样子，只能吃点清淡的，喝点白粥吧。”考虑到战一阳喉咙肿痛，吃东西都吃不下去，杜雨萌打电话回家，让家里的阿姨给他送晚饭过来，特意交代了送一碗白粥，那是给战一阳吃的。战一阳除了点头还是点头，吩咐了家里的阿姨后，杜雨萌看着只会点头的战一阳，说道：“能说会道的战四少，如今像个哑巴似的，只会点头，我还真不习惯。”他习惯了和他斗嘴。战一阳歉意地看着他：“你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你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是天天在这里照顾你，只是受你奶奶所托，在你高烧期间照顾一下你而已。现在你开始退烧了，输了几瓶药液，感觉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你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杜雨萌话还没有说完，战一阳就猛咳，咳得脸红气喘，一副随时会断气的样子。杜雨萌开始还看着他表演，见他咳得那么厉害，最终还是担心的走到他的身旁，轻拍着他的后背，随手从床头柜上端起了他吃药未喝完的温开水，递给他，说道：“喝点水。”战一阳接过了水杯，喝了2口温开水，还咳了几声，才稍微缓解了一下。雨萌，战一阳才叫了一声，喉咙又火辣辣的痛，他指指自己的喉咙，还说不了话就不用说，医生建议你这几天少说话。战一阳便拿起手机，用手机打字给他看，他写着：“我还病得很严重，能麻烦你明天再照顾我1天吗？”杜雨萌看了后说道：“我明天要开会，还要见一位重要的客户，怕是腾不出时间过来照顾你。你要是实在无法自己照顾自己，我给你安排一位阿姨和保镖过来照顾你吧。”战一阳不说话，好一会儿他才用手机打出答复：“好，谢谢你。”杜雨萌让他再睡会儿。
战一阳病这一场，整个人的精神气都不好，也累。很快他又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外面已是万家灯火。杜雨萌已经吃饱喝足，在外面的小厅看电视，大概是心灵感应吧。战一阳刚醒转，他就从外面进来了。见战一阳醒了，他说道：“总算醒了，我进来看了你好几次，赶紧起来吃粥，我刚刚才又热了一回。”战一阳坐起来，这一次醒来，他感觉好了很多。他摸了一下额头，感觉体温正常了，喉咙的痛感稍微减轻一点，还在吊着的药液也快要输完。杜雨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进来，见他在看药液，说道：“这是最后一瓶药液了，再过10几分钟就可以通知护士过来帮你拔针。你吃过了吗？”战一阳开口问他，说话依旧嘶哑，不过勉强能听清楚他说什么了。我吃了，都又要饿了，你这一次睡得够久的，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晚上9点多。你不要说话，想说什么就用手机打字给我看。他的情况在好转，杜雨萌才真正放下心来。他还真怕战一阳这一落会落到好几天。好，战一阳哑着声音应声。杜雨萌让他自己吃粥，菜都没有，不过粥里面放了一点盐花吧，有一点点的味道。战一阳也是饿了，很快就吃完了那碗白粥。还要吗？保温饭盒里还有一碗。战一阳摇头，晚上了，不吃那么多，怕长胖了，坏了他的好身材。老婆还没有追到手呢，得注意保管自己的身材，保持着英俊潇洒的样子。等战一阳输完了药液，又看着他吃了一次药。杜雨萌晚上10点多才离开医院的，睡了2次的战一阳暂时睡不着。杜雨萌不让他送他下楼，他便站在窗前看着，能看到杜雨萌走出住院部大楼，甚至能看到他走到停车场，开着他的车离开，直到看不见了，战一阳才敛回了视线。手机响了，战一阳回到床前坐下，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来电显示是妈妈。他在心里嘀咕，母亲总算知道打通电话关心他了，但选的时间是深夜，不怕打扰到他休息。战一阳接听了母亲的来电：“老四，你好些了吗？听你奶奶说你重感冒了，真丢人呀，吃一回辣椒居然吃到要住院。雨萌很爱吃辣，你以后怎么办？唯有你亲自下厨了，那样你可以为自己准备2道不辣的菜，其他菜都加点辣椒，雨萌是无辣不欢。”战一阳，妈，他这一声妈吃得很是委屈，他都住院了，妈还嫌他丢人，吃辣椒吃进了医院。妈是不知道那些辣椒有多辣，他打小就不爱吃辣，家里人不是没有人吃辣的，不过厨师都会为他们这些不爱吃辣的考虑，每餐烧的菜有辣和不辣的，能够满足大家的口味。这声音听着像鸭子叫。你是我儿子吗？不是鸭子惊变的吧？二太太在电话里毫不留情的嘲笑儿子说话声音像鸭子叫。亲妈，绝对的亲妈，这样对他一点都不心疼他。战一阳除了在心里吐槽母亲大人，说不出话来。活该啊！二太太还在电话里说他是活该。你上面3个哥哥都听你奶奶的，你大哥够硬了吧？他都低头听你奶奶的。你底下的老5和老6也接受你奶奶的安排，就你反骨，活该辣死你。战一阳无语，他是被奶奶坑了。奶奶分明就是想看他的好戏，但凡奶奶暗示他几句，告诉他杜雨萌就是百变狐狸，他会落得今天这样的地步。追妻火葬场刚开始呢，妈，我是你亲生儿子。你不是我亲生儿子，我才懒得管你，电话都不想打给你一个。二太太说道，行了，知道你没事。妈也就放心了，好好的对雨萌，那孩子很不错，妈是很喜欢他的。今年过年，希望你能够脱单。等你脱单了，你弟弟也该谈个女朋友了。
你们兄弟3个都脱单，妈就等着抱孙。妈给你们攒了不少的老婆本，想来你们也用不上。你们自己有本事，能够自己赚钱娶老婆，用不到妈给你们存的钱，那几笔钱就留着给我的孙女吧。也不知道妈有没有那个命能抱孙女。哎，看到可爱的妍妍，妈才理解你奶奶为什么惦记着人家的孙女，恨不得抱回家里去。这孩子太可爱了，长得漂亮可爱不说，还很好带，不哭不闹的，又聪明得很。战一阳，妈，你也去了君家？对啊，跟你奶奶出来散散心，天天待在家里，无聊至极。你们一个个又不给我生孙子孙女，要是在家里带孙，还不至于无聊。没有孙子带就算了，还要天天面对你和你弟2个单身狗。人家的儿子刚上初中都会追妹子了，我的儿子20好几，甚至30岁，还需要你奶奶安排。你们才肯去拱一拱白菜，得亏是你奶奶操心你们的人生大事，要是由我来操心，我都要怨一下你爷爷奶奶了。把你们一个个培养的那么优秀，却不会拱白菜。妈，我不是说了吗？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怨，嘿嘿。妈操心，我放心。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我最爱我的婆婆。二太太说着说着，就在电话里拍着老太太的马屁。不用问，战一阳也知道是奶奶在母亲的身边，听着母亲和她通电话呢。妈，你和我奶奶好好度假，挂电话了。战一阳都不想听母亲的胡扯，他们兄弟几个的父母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是爷爷奶奶老年生活过于无聊，喜欢带孙子，培养孙子，还不如说是他们的父母不负责任，只顾着恩恩爱爱的过2人世界。孩子生了1个就交给公婆带，生了2个3个都交给公婆带，他们乐得轻松。战一阳还记得小时候，父母下班回家会逗一逗他们玩，但他们经常把孩子逗哭的。孩子们一哭，他们就赶紧跑了。不过他们小时候也不喜欢跟着父母，都喜欢爷爷奶奶。虽说爷爷奶奶培养他们的过程中也有严厉的一面，更多时候还是慈祥的，对他们极好，他们就喜欢爷爷奶奶。行，你完全康复了，就给妈发个信息，咱们母子俩在通电话，你别说话了。听着你像鸭子叫的声音，妈就想笑，哈哈哈。二太太说着，又在电话里放肆的笑。战一阳默默地挂断电话。母子情深就是个笑话，他的亲妈只会看他的好戏，只会笑话他，不像别人的妈那样，知道孩子生病了，心疼得不得了。他的妈妈只会笑他。那边的二太太被儿子挂了电话，也不生气，她还在笑边对婆婆和妯娌说道：“老四的声音比鸭子叫还难听，这一次辣死他了。”唐君叶好笑地说他：“你还在电话里笑得那么放肆。”老四听着肯定不是滋味，他心里多难受呀，你可是他的亲妈，你想笑，好歹等结束通话再笑吗？三太太附和地道：“就是在我们面前笑笑便是，你还在电话里笑得那么大声。”老四身心皆受伤，可没有人安慰他。二太太说道：“有雨萌照顾他吗？雨萌会安慰他的。这都什么时候了，雨萌不用回去休息。老四还没有追妻成功呢，雨萌怎么可能在医院里守他1个晚上？”老太太笑道：“你们也知道夜色已深，那你们3个还不回房休息去？还好房间够大，咱们婆媳4个在房间里聊天，打电话说笑笑的，不会影响到别人。记住，咱们是客人，可不能因为咱们的到来影响到君家一大家子的休息。”妯娌3人看看时间，好吧，快到0时了。唐君叶是大嫂，由她带头。她起身对老太太说道：“妈，那我们回去休息，明天咱们出去逛逛吧。风尘山庄的风景和悠悠山庄差不多，他们在悠悠山庄生活了几10年，再美的风景都看厌了，来了君家，对于风尘山庄的美景自然是免疫的。对君言稀罕够了，就想出去逛逛。
哎，是，他们来过数次，不过变化还是有的。老姐妹也说了，明天和咱们一起出门逛逛，看看能不能带上妍妍兄妹俩。妍妍真的是越大越可爱，简直就像年画里的娃娃，可爱极了。我要是有个这般浴血可爱的曾孙女，做梦都能笑醒。老人家是很羡慕君老太太的。唐君叶妯娌三个都不说话，他们知道婆婆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孙女，但也怪不得他们呢。他们也拼了2胎3胎，但没有拼到女儿，能有什么办法？二太太曾经想过拼4胎的，还是老太太喊住了儿媳妇，不许她再拼4胎。一是心疼她的身体，不想她大龄怀孕；二是担心4胎又是个带把的。没看三太太拼了4胎，结果成了4大金刚的家庭吗？唐君叶在生完战远后都死了心，连3胎都不拼呢。老九出生时，护士抱着他从分娩室出来，大家围上去，老太太小心地问护士：“宝宝的性别，他老人家还记得那一幕呢。”护士笑着向他们道喜，说是个男宝宝，母子平安。就是当妈的听到生了个儿子，当场就哭了。老太太当时也想哭，她的孙女梦从老九出生开始就破碎了，也只能接受了。三太太拼了个4大金刚后，二太太就对拼4胎死了心。婆家被说成和尚庙，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是他们不死心，总想生个女儿，导致这一代有了9个小子。和尚庙扩建了，要是战印这一代，个个都生儿子，不敢想象呀。